被狗狗包围是什么体验？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大会上提出禁止杀手机器人的研发与使用，但仅得到亚非拉国家的支持，而其他国家都在背地里搞小动作。那么好，欢迎来到机器狼的包围圈。这小玩意儿这么呆萌，数量又如此之多，是打算用狼海战术飞也？咱家的机器狼也会33制76集团军机器狼步兵分队无人机相互攻防的演练画面，也是让白头鹰偷偷抹了把泪。它的原型是由兵器、装备及团研制的4足机器狗，最开始还是跟在人后面走，要执行危险任务时才会冲在前方。现在呢，不仅配备武器和侦察设备，在侦察突击、扫雷排爆时，还能远程操控自主行动，灵活变通。全身都是国产自主可控设备，采用全国产芯片，机身前后装有激光雷达，周身搭载5个环视相机，360度全视角感知环境，能负载20公斤，续航10公里，运行1昆时，换电池仅需30秒，还能爬上40度陡坡，轻松越过30米的障碍物。在碎石废墟中健步如飞，再狭小的空间，机械狼群都能灵活深入侦察打击，还可实现人车狼群体的互联互通，外加 AI 自主决策，达到真正的协同作战。别看它外表呆萌乖巧，实际在战场上他们是真正的狼群。哎，每一只机器狼都能有这种功能吗？这长得怎么还不一样？首先，狼群的分工就很明确，头上长摄像头的就是头狼，主要用来探测和对战场环境信息进行收集。以前用的是毫米波雷达，现在用的是探测距离更远激光雷达，2000米范围内的任何目标都无处遁形，同时还集成了热成像仪，在夜间作战时也从容游刃有余，将敌人的方位告诉另外2头狼还可以传到后方指挥部，当接收到敌人方位坐标后，作为射手的精确打击狼会自主规划路径，匍匐前进或悄悄挪到敌军后方，找到一个最佳射击点，打得敌人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精确打击狼的背上可以搭载重型武器，这次演练中就有挂载191步枪的，利用火控雷达进行对敌锁定，还有激光测距和 AI 模块来结算弹道，同时计算开机枪比较合适，做到1发子弹就消灭一个敌人，这些都是他能自主完成的。这要是真用于战场上，不知道敌人会是什么表情。开枪吧，他就是个机器狼；不开吧，他已经把枪顶在脑门上了。其次，除了挂载步枪外，还能装备35毫米可榴弹发射器、反坦克火箭筒、轻机枪等。如果有必要，在他背上放置20公斤的反坦克地雷也轻轻松松。如果战场上弹药和电池不够用怎么办？不用担心，后方还有一只奶妈，作为综合保障狼，它可以驮着物资在战场上来回穿梭，一次可以携带大概1500发 5.8 毫米步枪弹药，一次运输就够10名解放军叔叔使用。有它在火力覆盖几个小时也是不在话下，而且外形低矮，就跟村口大黄差不多。在较为复杂的地形下，战场生存能力不用多说。那这么实用能扛又能打的机器狼，研发一定很困难吧？其实你已经在生活中能见到，当别人家还在用零星几只机械狗充当门面时，咱家的狼已经可以量产了，不装了，摊牌了。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无人机第1生产大国，也是机器狗第1生产大国。目前行业对于机器狗的研发已达到最佳状态了，也就是说，军用机器狗、机器狼的很多零部件已经投入民用市场。正因如此，新建绵阳生产线预计年出货2000台像这样的机器狼。不过目前咱家还不需要这么多机器狼，其实这些就够用了。毕竟机器狼不像无人机，它的战场消耗没那么大，而且造价有点小贵。据说去年珠海航展上的一台机器狼的报价是35万左右，赶上1辆车了。这是因为去年产量少，所以研发成本分摊下来也不便宜。往后中国工业体系逐渐完善，后续大规模装备，它的成本也会下降。而且机器狼的能耗比较低，开启节能模式是可以钻进草丛里当老六的，敌人来了再唤醒，蹲上1周甚至半个月仍能迅速出击，并且机器狼散发的热量很少，用热成像也难以发现。可以预见的是，解放军的作战模式正在从信息化快速向智能化转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战争不再是流血的象征。80年前，如果我们的英烈也有这些钢铁躯壳保护他们的血肉之躯，该有多好！80年后，我们已经成为了拥有智能机甲最多的国家，练兵场上那支无声前进的钢铁狼群，已不仅是一支心智作战力量，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庄严告慰。我们用这个时代最硬核的科技，继承先辈最坚韧的意志，为他们昨日未能见证的和平，铸就今日的钢铁长城。